古斯塔夫巨炮，它只用了48發炮彈就改变了一场戰役的命運。之所以被稱為巨炮，是因為它體積極其龐大，是人類史上唯一一門800毫米口徑的鐵道炮。如果此時我們站在它身前，炮口大到能塞進4個人，你抬頭4層樓的高度才能看到炮頂。順着炮管往前看，就像是一整節火車車廂被支了起来。一枚炮彈重達7.1噸，長度比一個成年人還高。這門炮開火的瞬間，方圓數公里內的窗戶會同時震碎，彈坑直徑超30米，深度相當於10層樓。制造它需要幾千名工人日夜趕工，使用它需要數千人負責後勤準備。作為代價，炮管的極限壽命只有48發。它面對的敵人是人類史上最堅固的防線，一樣當時被認為堅不可摧的東西——馬奇諾防線。一戰結束後，法國人在德法邊境修了一堵牆——馬奇諾防線。法國人把一戰中經歷的所有恐懼都塞進了這堵牆裡。他們不想再打那種消耗戰，不想再看到士兵在泥濘戰壕裡被重炮活埋。他們相信，只要這堵牆在，德國人就永遠無法入侵。耗時12年，50億法郎，防線由5800個永备工事構成，頂上附着7米厚的鋼筋混凝土，地下藏着指揮所、醫院、發電站。所有設施由隧道連成一片，能夠獨立作戰，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堅固的防禦系統。希特勒上台後，最先面對的就是這個難題。1934年，德國陸軍司令部向克魯伯公司提出要求，設計一款能夠擊毀馬奇諾防線要塞的重炮，最好一炮就能打穿7米厚的混凝土掩體或1米厚的鋼板，還要從敵方炮兵無法還擊的距離外進行發射。克魯伯的工程師穆勒博士接到這個任務後開始計算，如果要在射程、穿甲能力和威力上都達到這個標準，炮彈就要重達7噸，口徑大約在800毫米，炮管長度至少30米，整個設備將近1000噸重。如果它還要具備機動性，就需要將整體重量分攤在2股鐵軌上。克魯伯公司甚至設計了4種口徑方案：70厘米、80厘米、85厘米和100厘米。最終，在希特勒的親自過問下，80厘米方案被選定。1936年，希特勒親自視察克魯伯工廠，他站在車間裡，看着工程師們展示的設計圖紙，當场批准了這個項目。希特勒的興奮點很好理解，他迷戀巨型武器，納粹高層彌漫着一種對超級武器的崇拜，他們相信只要能做出一件足夠大的武器，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克魯伯的工人們揮汗如雨，他們不知道這個龐然大物是什麼，只知道自己在造一件大家伙。高爐日夜燃燒，鍛工們用巨型斷錘反复捶打着炙熱的鋼靛。這根炮管的加工周期是以月為單位的，炮管內壁的光潔度要求極高，因為任何微小的瑕疵在高糖壓下都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1937年夏天，第一座炮開始組裝，巨大的組件本身就有制造上的困難，一邊生產一邊組裝，進度不斷延期。但1939年底，測試型火炮在希勒斯雷奔試射場完成測試，炮管以最大仰角發射，成功擊穿了7米厚的混凝土與1米厚的鋼板，所有人信心大增。1941年春，克魯伯的小老板阿爾弗里德·克魯伯親自到測試場接待希特勒，進行正式出厂檢測。檢測通過後，希特勒要求多訂2門。同年9月10日，古斯塔夫在希勒斯雷奔試射場進行了第1次試彈射擊。11月，又在測試場進行了8次射擊測試，發射7.1噸穿甲彈，留下37210米的射程記錄。古斯塔夫巨炮具體有多大？口徑800毫米，一枚炮彈的直径接近一扇門的寬度，全重1350噸，相當於3架滿載的波音747，跟一艘輕型護衛艦差不多重。炮身全長47米，攤在足球場上能鋪滿大半個球場，高度11.6米，相當於4層樓。炮管長32.5米，比一節火車車廂還長。彈藥有2種，4噸8的高爆彈，初速每秒820米，最大射程約48公里，裝藥700公斤，落地能炸出約9米深的坑。7噸1的混凝土穿甲彈，初速每秒720米，射程約38公里，彈體由鉻镍合金鋼制成，能穿透7米厚混凝土或1米厚鋼板，發射間隔30到45分鐘一發。所以对比，日本大和号戰列艦的460毫米主炮彈只有 1.5 噸多，古斯塔夫是它的4倍多。一戰時的大搏杀工程炮只能把1噸重的炮彈打到13公里，真正能穿透幾十公里外地下工事的只有古斯塔夫。但問題是材料不允許，炮管壽命只有48發，超過這個數，膛線就會被高溫高壓燃氣徹底磨平。一門炮辛辛苦苦運到前線，發射不到50次就會被燒成廢鐵，操作起來更是工程學上的噩夢。
這門炮必須坐在特制的炮車上，炮車像2個並列的板車架在2座軌道上，板車下方有2組轉向架，每一組20根車軸，整組炮用了80個滾輪。鋪設鐵軌本身就需要一個專門的工程團隊。它的發射藥包是分裝填的，装药手先把发射药包推进炮膛，推弹手再把7吨重的弹头推进去，光装药就要好几分鐘。更離譜的是，這門炮沒有左右轉動的炮塔，調整射擊方向不是轉動炮管，而是移動整輛列車。炮兵們提前鋪設弧形鐵軌，當觀測兵報告目標方位有偏差時，2台1050馬力的巨型機車推動着1350噸的巨炮在弧線上前後滑行，用整條鐵軌的弧度來調整射角。這種場景像一頭大象在聽取一群螞蟻的指揮。移動起來更誇張，這門炮不能用卡車牽引，只能用火車頭推着走。1942年3月，運炮的列車長達25節，前後整整1英里，沿途所有橋梁都承受不住它的重量，運輸路線要專門規劃繞開每一座橋。移動一門炮需要重新規劃整個鐵路網，所以想要部署古斯塔夫，整個作戰流程是先讓2500人花數週時間鋪設一條專用的重型雙軌鐵路，250人在3天內用巨型吊車完成組裝，2高炮營負責防空，警衛部隊、防範游擊隊、炊事部隊負責4000人的伙食。全部就緒後，炮組才能開始瞄準、裝彈、開火。這門炮的後勤總人數超過4000人，半個師的兵力，就為了這一門炮。每一次開火的間隔長達半小時，那是炮兵們在用整個工業體系供奉一門炮，而他回報給帝國的是48次毀滅性打擊。然而就在他們通宵達旦打造巨炮的時候，馬奇諾防線被繞過了，戰爭局勢發生巨變。1940年5月，德軍裝甲機群從阿登山區繞過馬奇諾防線，法軍做夢也沒想到坦克能從那條被他們認為坦克無法通行的密林中穿過去。6週之內，法國投降。這門專為砸牆而生的錘子在誕生之前就失去了它的釘子，直到1942年2月，這門巨炮才有上場的機會。第672重炮兵一組接手古斯塔夫並重新組建。3月，古斯塔夫巨炮被裝上火車，一路送到克里米亞。這次他要面對的對手同樣不可小覷，在克里米亞半島上有一座蘇聯人經營了上千年的戰略要塞塞瓦斯托波爾。這座城市坐落在黑海之濱，表面浇筑着厚實的鋼筋混凝土，彈藥庫埋在地下30米深處，港口還部署了180毫米和305毫米的戰列艦艦炮。蘇聯人在這裡經營了數百年，歷史上英法聯軍曾在此付出慘重代價。蘇軍堅信沒有任何敵軍能攻下這裡。希特勒在莫斯科戰役失敗後，將目光轉向高加索地區，但塞瓦斯托波爾的黑海艦隊基地像一根刺扎在側翼，必須拔除。曼施坦因被派去執行這個任務。為了攻克這座堡壘，德軍從國內調集了各種重型火炮，其中就包括古斯塔夫巨炮。列車3月初到達比列科普地下，工兵們修築了一條鐵路支線，在距離目標16公里處停了下來。他們在鐵路終點鋪設了4個半循環軌道，從空中俯瞰，就像一個右括弧和一個左括弧靠在一起，中間再擠一個分隔線，這是用來讓古斯塔夫做射擊回旋修正的空間。1942年5月初，古斯塔夫進入陣地。6月5日，他發出了第一聲雷鳴。蘇軍守軍最初以為是德軍的常規轟炸，直到他們發現地面上出現10幾米深的彈坑，並且聽到了炮彈劃破空氣時那種如同火車疾馳而過的刺耳呼嘯。炮彈穿過岩層爆炸時，整座地下工事都在劇烈震動。照明燈熄滅，混凝土墙壁開裂，炮手們的耳朵裡滲出了血。地下工事裡的守軍聽到的並不是爆炸聲本身，而是衝擊波擠壓空氣穿過岩層時發出的那種沉悶的碾磨聲，像是山體在緩慢斷裂。他們不知道這是什麼武器，只知道腳下的大地在被什麼東西撕開。6月5日當天，古斯塔夫向海岸炮陣地射擊8發，向斯大林堡壘射擊6發。6月6日，向莫洛托夫堡壘射擊7發，然後瞄準了塞維納亞灣北岸的白崖，那裡是一座位於海平面下的彈藥庫，距離海平面30米深，由10米厚的混凝土牆保護。炮兵們裝填了一發7噸重的穿甲彈，它穿透了30米厚的土層和鋼筋混凝土，直接命中彈藥庫內部。彈藥庫裡的炮彈發生連鎖殉爆，整座要塞從內部被撕開。爆炸之後，海水從裂縫倒灌進地下通道，那些隱藏在深處的設施被全部埋葬。蘇軍引以為傲的地下工事在6發炮彈之內化為廢墟。6月7日，古斯塔夫向偏遠的強化防禦工事發射7發。6月11日，向西伯利亞堡壘射擊5發。
6月17日，向馬克沁高爾基堡壘安防炮阵地射击5發。整个塞瓦斯托波尔战役，德軍在這塊863.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共傾倒了3萬噸炮彈。古斯塔夫巨炮發射了48發炮彈，則是他一生中全部的實戰記錄。這座被蘇軍視為堅不可摧的要塞最終淪陷。整個戰役，蘇軍損失約24萬人，德軍及撲松國損失約5萬人。曼施坦因死役後被晉升為德國陸軍元帥，但代價是炮膛裡的膛線被磨平了，這門炮的炮管壽命耗盡，再打下去他自己就會炸掉自己。趁着陣地轉移，古斯塔夫把舊的炮管送回埃森的原廠，換上了備用的炮管。他後來還被運到列寧格勒前線，陣地設在距離列寧格勒30公里的地方。炮陣地完成部署，炮組進入戰備狀態，準備對這座被圍困的城市開火。但蘇軍已經摸清了他的弱點，他太慢太顯眼，部署需要好幾天不說，1350噸的目標大到根本藏不住。所以蘇軍提前轉移了重要設施，把重炮陣地布置在鐵路覆蓋不到的盲區。最終德軍高層取消了發射部署，古斯塔夫在列寧格勒前線一炮未發，在熬過了1943年的新年後就被拖回德國大修。但這並非為了重返戰場，更像是為他漫長而無用的餘生找一個暫時的歸宿。維修完成後，他又這樣停放在德國，沒有再被部署到任何前線。另一名鐵軌炮多拉的命運同樣荒誕。1942年8月中旬，多拉被部署到斯大林格勒以西15公里處，炮陣地於9月13日完成準備，但此時蘇聯部隊的合圍圈正在收攏。德軍指揮官的第一反應不是用它開炮，而是如何把它撤出來。11月，蘇軍完成對斯大林格勒的合圍，多拉一炮未發，被緊急撤離。1945年4月，德國戰敗前夕，克魯伯工廠的工人最後一次啟動機車引擎，把古斯塔夫巨炮拖到巴伐利亞的森林裡埋設炸藥引爆，另一門多拉也被德軍自毀。那聲爆炸既是這頭巨獸的終結，也是整個大炮主義時代在德國工業史上的休止符。殘骸後來被美軍發現，蘇軍則曾將多拉的殘骸運回蘇聯進行研究，最終在1950年代被當作廢鐵融化。兩門人類史上最大的炮都回到了煉鋼爐，他們從工業中來，又回工業中去，唯一留下的就是那幾十發炮彈打出的歷史。古斯塔夫巨炮成了巨型火炮這條科技樹的終點，它之後再沒有人造過這麼大的炮，不是因為造不出來，而是因為不再符合戰場要求了。靈活的轟炸機配合先進彈藥，一樣能做到它能做到的事。一架 B-17空中堡壘轟炸機可以攜帶2噸炸彈，飛越上千公里，把彈藥投到敵人後方。它不需要4000人伺候，不需要重新規劃鐵路網，不需要花幾週時間部署。而到了今天，一枚 JDAM 精確制導鑽地彈就能穿透30米混凝土，只需要一架飛機和一個飛行員。古斯塔夫需要的4000人，幾週部署時間，打48發就報廢的炮管，精確制導炸彈通通不需要。更荒誕的是，克魯伯還曾計劃造一門長古斯塔夫，採用520毫米口徑，炮管加長到43米，射程可達150到190公里。如果從家來發射，倫敦就在射程內。這門增程版炮管從未完工，因為埃森的工廠被皇家空軍炸了。克魯伯還曾計劃把古斯塔夫裝上一輛履帶式底盤，做成陸地巡洋艦 P1500，重達1500噸。這個方案最終被軍備部長阿爾伯特·斯佩爾否決，理由是從成本來看就已經證明完全不可行。這門炮失敗的原因說到底只有一個，它造出來的時候，戰爭已經進入了全新格局，空軍已經接管了它的工作，而不需要它來打穿最後的牆。所謂它誕生目的的馬奇諾防線，德軍也想出了其他的解決方式，繞過它。雖然它做到了口徑和穿透力的極限，但戰爭的未來屬於機動性、立體化和精確制導。今天，一枚精確制導炸彈就能穿透30米混凝土，只需要一架飛機和一個飛行員。古斯塔夫需要的4000人，幾週部署時間，炮管卻只能打48發就會報廢。精確制導炸彈就不需要這些。在現代戰爭中，口徑不能再代表正義。在歷史的檔案中，它像一頭巨大的陰影，俯視着人類關於力量與毀滅的無盡執念。它究竟是人類工程學的奇蹟，還是戰爭本身的荒謬？歷史沒有給出標準答案，只是在風中留下了這頭巨獸沉重的回響。關於古斯塔夫巨炮的故事，我們就聊到這兒。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別忘了按讚、訂閱、轉發。我們下期再見。